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白鹿發布會說漏嘴，爆與王鶴棣劇外關係，現場氣氛瞬間凝固。娛樂圈從來不缺話題，但真正能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讓發布會現場瞬間降溫的名場面卻並不多見。近日，在電視劇《以愛為營》的宣傳發布會上，白鹿一句看似隨口的玩笑話，意外點燃了輿論的引線，也讓她與王鶴棣的劇外關係再次被推上風口浪尖。原本這只是一場再普通不過的新劇宣傳活動，主創齊聚，互動輕鬆，問題也都圍繞角色和拍攝趣事展開。然而，當主持人拋出那道看似無傷大雅的問題，如果在現實生活中，會不會喜歡對方這種類型時，現場的空氣卻在白鹿開口的那一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她先是短暫愣住，隨即笑着調侃他：“算了吧，天天蹭我肩膀，還扣我買菜錢呢。”話音剛落，全場一秒安靜，王鶴棣的耳根迅速泛紅。媒體席一陣騷動，買菜錢3個字被反覆咀嚼，因為這種細節顯然已經超出了普通同事之間的社交範疇。那一刻，不只是記者，就連觀眾都意識到，這句話並非精心設計的營業台詞，而更像是熟人之間下意識的吐槽。從角色到現實，以愛為營製造的不只是甜劇幻覺。以愛為營作為今年備受關注的都市情感劇，自開拍起就話題不斷。白鹿與王鶴棣在劇中飾演一對性格南轅北轍的歡喜冤家，從最初的針鋒相對，到逐漸被彼此吸引，情感推進自然流暢。許多觀眾在追劇過程中發現，這種默契並非單靠演技堆砌，兩人在對戲時的眼神交流、節奏拿捏以及情緒切換，都帶着一種難以複製的自然感。正因如此，觀眾很容易將戲裡的情緒投射到現實之中，而發布會上的那句玩笑，恰恰像是一道裂縫，讓人窺見了角色之外的真實關係。綜藝裡的無防備瞬間，才是最真實的證據。事實上，這並非白鹿和王鶴棣第一次因互動過於自然而引發熱議。早在1月，兩人共同參與錄製《親愛的客棧2026》的路透視頻就在社交平台瘋轉。畫面中，王鶴棣扛着一箱椰子走到歷節，下意識把頭靠在白鹿肩上，白鹿嘴上嫌棄你頭髮蹭我衣服了，手卻穩穩扶住他的手臂。這種嘴硬心軟的互動，比任何刻意營業都更容易擊中觀眾。隨後，網友又翻出了他們一同參加《你好星期六》的片段。節目裡，王鶴棣記得白鹿不吃香菜，白鹿能脫口而出王鶴棣點奶茶時的甜度偏好。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細節，卻恰恰是長期相處才能形成的默契。團隊否認緋聞，但觀眾更相信感覺。面對愈演愈烈的討論，雙方團隊始終保持統一口徑，強調只是關係不錯的朋友。然而，觀眾的態度卻相當微妙。在娛樂圈這個高度謹慎的環境裡，異性藝人往往對距離和分寸拿捏得極其精準。正因為如此，白鹿與王鶴棣這種幾乎沒有防備感的相處方式，反而顯得格外真實。他們沒有刻意貼近，也沒有刻意疏離，一切都像是順其自然。或許正如不少網友所說，如果是演的，那這演技也太生活化了。雙引號。網友評論區幾乎一邊倒的祝福。事件發酵後，社交平台的評論區並未出現想象中的爭吵，反而被大量理性、溫和甚至祝福式的聲音佔據。不管是不是戀愛，這種舒服的關係本身就很珍貴。雙引號。白鹿的玩笑一點都不曖昧，反而很像熟到不能再熟的狀態。雙引號。他們就算不是情侶，也一定是彼此生命裡很特別的人。
雙引號，如果哪天官宣，我只會說一句，原來如此。雙引號，不營業，不解釋，反而最讓人安心。雙引號，在這些評論中，人們似乎早已不再執着於答案，而更享受這種自然流動的情感狀態。說漏嘴的背後，其實是長期相處的鬆弛感。如果單看那句扣我買菜錢，它當然可以被理解成一句無傷大雅的玩笑。但問題在於，玩笑之所以成立，往往是因為雙方都默認某種私下狀態的存在。對不熟的人，這種話說出口只會顯得尷尬，而對白鹿來說，卻是幾乎脫口而出。這恰恰暴露了一點，在王鶴棣面前，他並不需要反復斟酌分寸。在如今的娛樂圈，藝人被訓練得太擅長控制表達，每一句話、每一個眼神，甚至每一次笑聲，都可能被無限放大、拆解、曲解。而白鹿在那一刻的反應，反而顯得異常不職業，卻也因此顯得真實。不少業內人士私下評價過白鹿的性格，他不是不懂分寸，而是習慣在熟人面前放下防備。這種鬆弛感是裝不出來的。王鶴棣的反應比解釋更有說服力。相比白鹿的隨口一說，王鶴棣當下的反應更耐人尋味。他沒有立刻接梗，也沒有順勢自嘲，更沒有用我們只是朋友來快速兜底。那一瞬間的臉紅與短暫失語，更像是被戳中了什麼真實存在的生活細節。有網友精準形容，那不是被調侃的反應，是被揭老底的反應。雙引號，如果只是營業搭檔，完全可以用更成熟的方式化解現場。但王鶴棣的反應，反而讓這段互動多了一層生活感，不是精心計算後的公關操作，而是下意識的真實流露。從片場到生活，他們的關係一直有跡可循。回看以愛為營的拍攝花絮，不少細節在如今看來都值得重新解讀。比如對白節奏上的高度同步，很多場爭執戲幾乎不用反復對詞。再比如情緒戲中，兩人往往能一次到位。這種少溝通卻很準確的狀態，往往建立在信任之上。而這種信任不僅體現在工作中，在劇組休息時間的偷拍視頻裡，王鶴棣會很自然地替白鹿拿水，白鹿也會在他被工作人員包圍時幫忙擋鏡頭。這些行為並不高調，卻極其穩定，像是早已習慣的相處模式。CP 粉的狂歡其實並不盲目，很多人對 CP 粉抱有偏見，認為他們過度腦補。但這一次，連不少路人都承認，這對組合確實有一種難以忽視的化學反應，並不是刻意製造的曖昧，也不是工業糖精，而是一種介於友情與親密之間的自然流動。它不急着證明什麼，也不急着被定義。正因如此，評論區裡出現了大量理性而溫柔的聲音。他們不像在談戀愛，更像在認真生活。雙引號，如果哪天官宣，我會祝福；不官宣，我也願意看他們當朋友。雙引號，這種關係比戀愛更難得。雙引號，娛樂圈裡還能看到這麼鬆弛的異性相處，挺稀有的。雙引號，白鹿的說漏嘴，或許只是他性格的一部分。熟悉白鹿的觀眾都知道，他並不是一個擅長端着的人。無論是在採訪、綜藝還是幕後花絮中，他常常因為反應太快而顯得不夠圓滑。但也正是這種不完美的表達方式，讓他在觀眾心中始終保持着親切感。這一次的說漏嘴，與其說是失誤，不如說是性格使然。他並沒有刻意暗示什麼，也沒有試圖製造話題，只是順着當下的氛圍，說了一句自己覺得好笑的話。而觀眾之所以反應如此強烈，是因為他們在這句話裡聽見了真實。結尾，答案不重要，過程更動人。白鹿與王鶴棣到底是什麼關係？這個問題
也許連他們自己都未必急着回答。在這個急於給一切貼標籤的時代，他們的相處反而顯得有些反潮流，不急着澄清，不急着官宣，也不急着迎合任何期待。或許正如網友所說的那樣，他們不一定是戀人，但一定是彼此世界裡很舒服的存在。雙引號，而這種舒服本身就已經足夠珍貴。